侯府不见外人，姑娘哪来的回哪去？10年前这道门我天天进出，嬷嬷贵人多忘事啊。不走，信不信我叫人把你赶出去？嬷嬷心里那句话，我替你说出来吧。夫人交代过，年轻女子来了，一概不准进，是不是？我的家轮不到外人拦我。姑娘止步，侯府内院不是你随便闯的。方早吧，管了10年内院采买，辛苦了呀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方？再不走我叫人了。你急着报信呢，是怕你家夫人的账对不上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该问这话的人不是你，是你家夫人。祖母，是我，惊鸿回来了。不对，这不是衰老的脉，是被人换了药。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不能碰老夫人的。老夫人喝的什么药？你说。安神汤啊，夫人吩咐的。安神汤管什么用？她原来喝的参西扶正汤呢，谁给停的？是夫人让换的，我们做丫鬟的哪敢问啊？祖母，你再撑一撑，我回来了就不走了。这位姑娘，你在我婆母房里做什么呢？做你10年没做的事，救她的命。姑娘怕是弄错了吧？我婆母一直有大夫看着呢。哪个大夫会把续命的药方停了，换成没用的安神汤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谁让你碰我祖母的？明远，你亲姐站你面前呢，不认也得认呢。我没有什么姐姐，侯府不需要你回来。远儿别急呀，大小姐回来看祖母总是孝心嘛。柳夫人这泪掉的真快啊，比祖母的药还快呢。别闹了，先让惊鸿留下照顾你祖母吧。行，你们都听他的，出了事别来找我。他不是恨我，是被人叫了20年，该恨我罢了。秋月，祖母的脉比早上稳了些，药不能再断呀。祖母，你好好歇着，我就守在这儿呢。不对，我的方子有藿香梗，这碗没有这味儿。药方是我亲手写的，少了什么我闻得出来呀。秋月，进来吧，站门口听多久了呀？大小姐多心了吧？我就是来送药的呀，大小姐别冤枉人呀，这药就是原方。你手里这碗是什么？矮机上那碗又是什么？你把我的药换走了，用安神汤蒙混，是不是？那你当着我的面喝一口试试，敢不敢？柳夫人，秋月换的药我给你端回来了。大小姐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可没让人换药。大小姐要是不信，找大夫来验呀。秋月，谁让你换的药？你当面说清楚。是夫人让我换的，不让老夫人吃新药呀。婉容，你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？侯爷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呀。这不是药方，是嫁妆登记残页，数目差了10倍。柳夫人，嫁妆的事改天再慢慢算呢。祖母，你再忍一忍呀，这一针下去就好了，气色好多了，比昨天强不少呢。红丫头，是我们惊鸿丫头回来了吗？祖母，是我呀，惊鸿回来了。瘦了，你在外面吃苦了吧？没吃苦，学了一身本事，回来孝敬您呢。好孩子，你回来了，祖母就安心了。祖母，你先歇着，那些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有人来了，满脑子想着翻我东西呢。春印，我去给祖母换药呀，回头再过来。那张纸到底藏哪儿了呀？夫人说一定要拿回来。秋月，你在我屋里找什么呢？大小姐，我不是来偷东西的呀。行囊翻成这样，你说不是偷东西的？我是来帮大小姐收拾屋子的呀，真的。收拾屋子的人会把我暗袋都拆开吗？大小姐饶了我吧，都是夫人让我来找那张纸的呀。柳夫人，你派来翻我房间的人，我给你送回来了。大小姐说笑了呀，我什么时候派人翻你房间了？秋月，你自己当着柳夫人的面说清楚。是夫人让我去找那张纸的呀，说一定要在大小姐看明白之前拿回来。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了？柳夫人，你想拿回去的是不是这张纸啊？上面写的是母亲嫁妆的一部分，数目跟府上的账对不上呢。母亲留下的每一样东西，我都会找回来呢。对了，柳夫人，母亲的嫁妆清单本应该还在吧？惊鸿回来这几天瘦了不少，昨晚的药膳吃了没有呀？吃了，老柳夫人惦记着呢。裴公子见笑了。惊鸿在外头待了好些年，身子还没养回来呢。沈姑娘气色不错，看不出吃过苦。裴公子今日登门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路过城西，听说老夫人身体欠安，过来看一眼。婆母好多了，惊鸿回来以后一直亲自守着呢，这孩子孝顺。嫁妆的事他心虚着呢。裴公子不在正厅喝茶，跑到后花园来做什么呀？正厅那出戏太假了，看不下去。柳夫人拉你的手，你没躲，但也没靠过去。你看的倒是仔细。沈姑娘的事，我看得明白。看明白了又怎么样呢？暂时没怎么样。但你要是需要一个说得上话的外人，我在。裴公子慢走，改日再来坐坐嘛。会再来的。去查一查裴家最近在忙什么，他不会只是路过。是夫人。
方嫂，我母亲的嫁妆清单在你这儿吧？拿出来我看看。大小姐，嫁妆归管家房造册，没有当家主母的令牌，谁都不能调看呢。我母亲的东西，我这个亲生女儿看不了。侯府的规矩是老侯爷定下的，管家对牌在谁手里，谁才能开库查账。大小姐要看，先跟夫人说一声吧。这规矩挺方便的，想藏什么都不怕人查了。大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随口问问。方嫂不让我看，我自己来。不对，这纹路和重量都不对。镜面包的是铜芯，底下全是染色的粗绢，表面裹了一层真丝遮着。换了10年，做假的都做得仔细，一般人真看不出来。你天天在正厅翻来翻去的，到底在找什么呢？看看侯府的旧规矩，挺有意思的。你才回来几天，别什么都想管。我看的是我母亲留下的东西，跟你没关系。少拿过世的人压人。侯府现在是母亲在管。管家对牌一共2面，一面在当家主母手里，一面在……原来还有第2面。陈婆，等一下。大小姐怎么在这儿呀？这是给老夫人煎好的药，该趁热喝呢。祖母的药方我记得煎出来应该是深褐色的，你这碗怎么发黄了？药材批次不一样嘛，颜色有深有浅的，很正常。去请祖母到正厅坐一坐，再叫上侯爷，就说我有事要当面回禀。是。大小姐，就是碗药的事儿，没必要这么大阵仗吧？不是大阵仗，我正好要给祖母请安，你把药端到正厅去吧。这是我前天照祖母的方子亲手煎的药，各位看看颜色，同一张方子怎么煎出2种颜色？陈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是药材放久了，颜色才变的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祖母喝了你的药半年不见好，换了我煎的药3天就有起色了？把那碗端过来，让我闻闻。这味道不对，这不是我的药方。老夫人，奴婢冤枉啊！你换了多久了？谁叫你换的？来人，今天就把他送出侯府去，再不许进这个门。夫人，陈婆被撵了，老夫人亲自下的令，侯爷在旁边一句话都没拦。嫁妆的账册，今晚你重新做一份，把数全对上。他想查嫁妆，让他查，查到的必须是干干净净的。这个水头不对，是拿秀玉冒充的和田玉。这只也是，内侧打磨的纹路是机器工而不是手磨的。划了大半了，真东西越来越少，10件玉器只有2件是真的，剩下8件全换了。玉器那一页的数量对上了没有？对上了，品名和件数都按旧册子抄的，只把成色那栏改了。改完你自己再查一遍。要是让他拿着账册跟实物对上，你比陈婆走得还快。是，夫人放心，奴婢今晚就能做完。陈婆的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这个大小姐不是回来认亲的，她是回来清算的。老爷，今天不见客，让他回去吧。侯爷，我有关于母亲嫁妆的事想跟您说。改天吧，我今天头疼。你怕的东西我已经查到了。那我改天再来。侯爷是不想见我，还是不敢见我？柳夫人，你换了我母亲多少东西，我会一件一件算回来的。祖母，今天这碗燕窝我来给您长长眼，看看成色好不好？大小姐有心了，这是我每天让人给老太太炖的，用的都是上等的官燕呢。柳夫人，这燕窝的成色怎么看着像混了什么呢？大小姐怕是看错了，这是正经的官燕，我亲自选的料呢。柳夫人，你看，这种丝质的不是燕丝，是银耳碎泡开以后的样子。这片是白木耳的边角，泡发以后跟燕窝长得像，但是掰开看纤维方向是反的。这是下面采买的人不仔细，我回去就查，一定给老太太换最好的。婉容，你每天送来的东西自己没看过吗？母亲，是下面人省着用，想着给府上解流，我确实疏忽了，这是我的不是。省着用，给我吃的东西也要省。母亲教训的是媳妇儿管家不够仔细了，我明天亲自去库房挑。这个家有些事儿我该多问问了。是，媳妇儿记下了。大小姐对燕窝也这么懂，真是什么都会呢。柳夫人送给祖母的东西，以后我每天都会看一看。慌成这样，不知道还藏了多少。卖药的事还没查到根上。沈静和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
大小姐，夫人让我给您送碗安神茶来。这茶味道不对，秋月，你是不是手滑了？大小姐说笑了，就是普通安神茶。你手在抖，脸色也不对，送碗茶而已，至于吗？合欢花打底，底下垫了蒙汗伞，够人昏半个时辰。你进门的时候我就闻到药味了，这一针把微毒逼出来就行。大小姐饶命，是夫人叫我做的。跟我去正厅，自己跟祖母说。祖母，这茶是秋月送来的，里面有蒙汗散。秋月，茶里当真有毒。惊鸿，怕是有什么误会。秋月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不会做这种事。不信就拿银针试试这碗茶。好大的胆子！老夫人饶命，不是小的自己做的，是……不用看他了，你做的事自己清楚。侯府没你的位置。把秋月撵出去，再敢进侯府打断腿！母亲怎么会让人做这种事？唉，祖母，这一针会有点胀，忍一忍就好。祖母放心，有我在呢。红丫头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祖母，我回来了。瘦了，也长大了。这些日子，府里出了什么事？祖母先把身子养好，别的事儿我来办。不，你告诉我。侯爷，这个家10年来是我一个人在撑着，先赶走陈婆，又赶走秋月，接下来是不是要赶走我？我知道他有本事，可他一回来就闹得府里不安宁。祖母那边，我也是担心的。婉容，惊鸿他也是这个家的人。我没说他不是这个家的人，可侯爷想想，侯府的名声经得起他这么折腾吗？惊鸿，你祖母的身子好些了吗？比昨天好，针灸还要再做几次。侯爷是在担心什么呢？没有，没什么。你照顾好你祖母。你迟早是要面对的。侯爷，刘婉容正命人往祖母院里送新的补品。大小姐来了，坐吧。什么事儿？祖母院这个月的药材银子还没拨下来。大小姐别急，等夫人那边批了条子就拨。祖母正在针灸调理，药材拖不得。开支过3两银子的都得夫人亲批，我做不了这个主。方嫂，你在这把椅子上坐得挺稳的。大小姐说笑了，我不过是替夫人跑跑腿罢了。祖母，药煎好了，趁热喝。管家房的人给你难看了？没什么大事，药材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母亲当年的嫁妆里有几件铺面，婉容说都还在。祖母还记得是哪几间吗？记得一间在西市永和巷，你母亲最喜欢那间，说位置好。祖母先歇着，我去查查。永科巷第3间铺面在这儿。这不是原来的墨，有人后来涂过，又涂了一间，已经是第3间了。5间铺面，他们转走了3间。铺面只是开头，账本里还不知道藏了多少。大小姐，这会儿来账房有什么事呀？清了，水头不对，这也是假的。全换了，就拿这些当面摆出来。祖母，这是母亲的嫁妆首饰，我去库房清点了一遍。要清点嫁妆，跟我说一声就好，何必自己跑库房？二娘看看，这只金镯还认得吗？自然认得，你母亲那只金子放100年都不会变铜。什么意思？金镯是铜镀的，翡翠簪子水头差了一截，连这珍珠耳坠都是假的。清册上写的清楚，二娘管了这些年，怎么全换了样？库房进出的人多，或许是下面人弄混了。婉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5件全弄混了，你当我老糊涂了？祖母放心，这只是第一批，还有多少被换的，我会一件件查清楚。夫人，出什么事了？东库的东西今晚全部转走。今晚会不会太急了？再不转，明天他就查到东库去了。
昨儿闹的那一出，我都听见了。母亲安心，都是误会，已经理清了。理清了？5间铺面转走3间，这叫理清了？惊鸿他母亲的陪嫁玉器，今天就搬回来。母亲说的是，我这就让人去取。这套玉器我一直替惊鸿收着，今儿正好还给他。我看看。谢谢柳夫人。拿回去好好瞅着，那是你母亲留给你的。孙女记下了。东库那几箱东西，今晚搬到城外庄子上去。夫人，全搬。能搬多少搬多少。明天老夫人要是再问，就说库里本来就没多少了。远儿，你去问问你姐姐，到底还要查到什么时候？这是你的家，你不管，谁管？我这就去找他问清楚。你凭什么到处翻我们家的账本？这个家还需要你来管吗？明远，你不用吵，跟我来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不是想知道我在查什么吗？我带你去看。明远，你自己看看这些数。这是母亲的嫁妆册子，这一行的字怎么涂掉了？往后面翻，每一页都看。这件铺面的记录也被涂了，怎么每一页都涂过？这些铺面，母亲说都还在的。不会的，不会是这样的。你看到的，就是我查到的。你想清楚了，来找我。姐姐，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月例银40两，这本只写了25，祖母的药材银也短了一半，账本会说话。方嫂，这是你经手的月例账和采买账。大小姐，账目我一笔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月例银40两，你的账上写了25两，那是笔错，查仔细了一定能对上。方嫂，你自己看数。这账目年头长了，记混了也是有的。年头长了，莫记新旧我分得清。从你接手到现在，每个月都短，一共少了237两。我没有，银子都按夫人的意思拨的。这应该不会弄错了吧？侯爷看了账簿就知道，夫人也是这个意思。夫人，您说句话呀！逐出去！夫人，我替你做了多少事儿啊！夫人，你救救我啊！没有帮手了，柳夫人怎么办呢？陈婆没了，秋月没了，方嫂也没了，那就我自己来。侯爷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这个家10年来是我一个人撑过来的。从前有陈婆帮着管后院，有方嫂帮着管采买，现在全被赶走了。侯爷，他回来之后，这个家没安宁过。婉容，惊鸿他做的那些事不是没有道理。我没说他没道理，我只是想问我这10年算什么？我不争了，侯爷给我一个交代就行。这事儿容后再议吧。惊鸿，你祖母今天精神怎么样？祖母今天气色不错，能坐起来喝粥了。侯爷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3处墨迹不对，改过的。老夫人说明天一早要见柳夫人。
红丫头，嫁妆的事今天当着我的面说清楚。祖母放心，我带了东西来。母亲今天精神真好，嫁妆的账目我带来了，大部分已经归还了，剩下几件小物件我正在清点。嫁妆到底还剩多少？定期会的方个。母亲放心，80%以上都在的。柳夫人，我看看这份清单，这行墨迹是后填的，原清单上没有这一条。大小姐说笑了，这份清单一直就是这样。第17项碧玉双鱼佩，清单上写的是白玉平安口，柳夫人是记错了还是改错了？管家这么多年，难免有些疏漏。凭证上写2两3钱，清单上写1两1环，少了一半，少了一半。柳夫人怎么解释？这是方嫂经手的，我也是被蒙蔽的。方嫂已经被赶走了，你跟我说是方嫂的。红丫头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祖母，嫁妆清单只是冰山一角，我想查的是全部账册。把侯府的账册全部搬来。锁好了就把钥匙给我，谁来问都不许开。柳夫人这是要藏什么？大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整理库房。昨天祖母说要查账册，今天一早柳夫人就来整理了。内账只有当家主母才有权查阅，这是侯府的规矩。是规矩，还是柳夫人的规矩？婉容，惊鸿说你把账册锁起来了。母亲，这是管家的规矩，内账一直由当家主母保管。规矩是死的，事情出了就得查。如果人人都能查内账，侯府还有什么规矩可言？祖母，我说一条家规，侯府家规第37条，凡管过祭祀银的可审内账。我母亲在世时管过3年祭祀银，这个权利传给了我。那是旧规，已经很多年没人提过了。家规没有废过，就还在。柳夫人要是觉得不对，可以翻家规原本。惊鸿说的在理，他管过祭祀银就有权审内账。把钥匙交出来。10年的账，一本一半来。他真的要翻10年的账？不可能，母亲不会做这种事。要是查出来的都是真的呢？我就看看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怎么差这么多？元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母亲，这些账目对不上。你不该来看这些。为什么对不上？嫁妆的数目为什么和凭证差了一大截？因为那些东西我挪用了。挪用？你说的是嫁妆？是沈惊鸿他母亲的嫁妆？元儿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那是为你的将来。你骗了所有人。远儿，你不懂。我真的不认识你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。远儿，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后悔。他到底还骗了我多少？凭什么拿别人的东西铺我的路？我得亲自去问个明白。我该进去吗？他会信我吗？不能再拖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听着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自己看到的。这是母亲的私账，我从她屋子里偷出来的。比我想的多。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多。姐姐。从今天起就不一样了。以前的事是我混账，往后的事你怎么说我怎么做。别说混账，你看到真相了就不晚。柳夫人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，连舅舅也掺和进来了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先别让你母亲知道这件事。我知道，以后我跟着姐姐。
侯爷，表兄给府里来信了，外头都在议论些什么？大小姐把家里搅得不像样子，再查下去，侯府的脸面就不剩了。柳夫人在念谁的信？金红来了，表舅写了封信。柳怀的信。表兄是关心侯府，柳夫人拿名声压我，这倒新鲜。柳怀要是真关心侯府，不如先把外面的产业交代清楚。姐姐，正听在说柳怀的事了。他搬外戚来压我，说明他急了。你看这里，这3笔，每笔购买1个铺面。这几笔是后来加的，墨都是新的。他不光贪了银子，还改了账。光有私账不够，我要10年的季度总报。总帮在账房锁着，我去想办法。小心，别让你母亲察觉。有总报就能全部对上。姐姐，季度总账拿到了，10年的全在这儿。这笔支出直接写了刘婉容3个字，公账里直接写名字，他也太嚣张了。10年没人敢查他，他觉得不需要遮掩。这几页的章颜色不对，是后来补上去的。和私账一样的手法，他习惯了改账。明天白天接着查，你先回去。姐姐也早些歇着。沈姑娘，裴公子今日来给祖母请安。我查了柳怀，京城3处产业，2铺1庄。一个外戚表哥，3处产业，银子哪来的？有人给他的或他自己拿的，查下去有东西。多谢裴公子。有消息我再告诉沈姑娘。柳怀这条线可以查下去。每一年的数目都在涨，不止嫁妆，他连侯府的公银都在挪。这笔账要让所有人看到。姐姐，外面在传你的话，说得很难听。说什么了？柳怀托了3家传出去的，说你是被逐出去的嫡女，回来闹事。传就传，嘴长在别人脸上，管不住。可这对你名声不好，族中乐会怎么办？名声靠嘴传，也靠本事挣。今天我出去一趟。来得迟了，各位夫人接着聊。不对，他不只是头疼。林夫人，你中了慢毒。沈姑娘说什么？我只是有些头疼。不是头疼，有人在你药里加了东西，3个月了。别怕，我给你施针，把毒逼出来。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我好多了，头不疼了。沈姑娘，你救了我的命。回去把之前吃的药都停了。这些人的风向变得倒是快。柳怀，你的舆论没用了，名声有了，该查那本账。沈姑娘，改日定来登门拜谢。明远，你来看这个，这笔采购的日期和祖母被换药的时间完全对得上。哪种药材？黄芪、半夏、蛇床子配在一起不是治病的，是能做慢毒。他不光贪钱，还在给祖母下毒。不止这一笔，3年里买了7次，每次同样3种药，分量递增。这几页是后来加进去的，纸都是新的。他连下毒的账都做了一份。不是怕记不住，是留着对账，保证分量不出错。嫁妆篡改，公银挪用，给祖母下慢药，3条线全了。急不了，等族中月会再说。沈姑娘，林夫人家里专门来道谢了。不过是顺手的事。沈姑娘的事，我看得明白。裴公子看得明白就好。3条线，一条都跑不掉。证据够了，该让所有人看看。刘婉容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今天是族中月会，我有几样东西要给各位族老过目。这是母亲留下的嫁妆清单原本，和柳夫人管家期间篡改过的对照，3处改动，银两差了2300两。这是侯府10年季度总账，有大量银两流向柳夫人的私库，数目远超嫁妆。一片胡言，这些都是大小姐编造出来陷害我的。侯爷，你说句话，你管家的时候看过这些账的。这是最后一份，柳夫人10年来给祖母下慢药的药材采购记录，日期、品种、分量和祖母被换药的时间完全违和。婉容，从今天起暂停你的管家权，所有账册交由惊鸿审查。走吧，后面的事出去说。姐姐，管家权暂停了。暂停不是终局，他手里还有柳怀，还有他自己藏着的东西，这才走了一半。快一点，天亮之前必须全部搬走。小心一些，你想让全府的人都听见吗？柳夫人这个时辰不歇着，忙什么呢？库房潮湿，我让人把东西挪一挪。大半夜的挪东西，往哪儿挪？这些绸缎是上个月才入库的，账册上有记录。我母亲的嫁妆，柳夫人打算搬到哪里去？是不是嫁妆？查一查就知道了。明远，你帮着外人来查你母亲。谁是外人我分得清，母亲做了什么我也看得清。柳夫人这库房恐怕不只有绸缎吧？姐姐，这库房里面竟然还藏了暗格。柳夫人不只是在挪东西，还藏了不少东西。那是我的私信，你没有权利翻看。继母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些东西原本是谁的。母亲，你骗了我们所有人。惊鸿，你大半夜去查你继母的库房？他当夜就去转移资产，侯爷觉得该不该查？父亲，你自己看看这些信，看完再说话。这些信是婉容和柳怀的来往。柳怀一直在帮他往外转东西。这个家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？库房的东西先别动了，封着吧。侯爷以后会知道的越来越多。柳怀是柳夫人的亲哥长，他们联手了。柳怀手上的东西恐怕不只是帮忙那么简单。姐姐，外面在传你勾结外人欺压嫡母，到处都在说。谁传的？还能有谁？柳怀那个人在外面到处散话。传就传，传得越广越好。他越急着造谣，说明他越怕被查。你急什么？坐下。你看看这封信，柳怀帮你母亲转出去的银子和他自己名下的产业对一对。这个数对不上啊。我让人查了一下，柳怀在京城名下的铺木产业都在这里了。不算难查，他买铺面不怎么藏着掖着。柳怀之前送来那本账，纸和墨对不上，是后改过的。柳怀帮你母亲转出去3万两，他自己的铺面值5万两，你觉得多出来的2万两哪儿来的？他从中间劫走了一部分。不止劫走，看这几笔时间，他在你们家转移资产之前就开始买铺面了。柳怀不是在帮柳夫人，他在吃柳夫人。那外面的谣言怎么办？不用管谣言，柳怀贪了多少，明天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需要我做什么？裴公子把清单借我1天就行。不用还了，送你的。姐姐，族老们都到了。走吧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惊鸿说有一件事要让所有人看清楚，那就看。这是柳怀经手的账，这是他名下在京城的铺面产业。各位请看，经手的银子3万两，名下的铺价值5万两，多出来的2万两哪儿来的？这些产业是我自己多年做生意挣的。这几间铺面的买入时间比你帮我母亲转银子还早半年，银子哪儿来的？都是你们夫人让我做的，她让我帮忙转的，我不过是跑腿。柳怀，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从哪个门跑出去吧？帮忙转银子的人，自己劫走了最大的一笔；造谣的人，自己手上最早。够了，柳怀，从今天起你不得踏入侯府半步。祖母，柳怀的事了了。做得好，这个家不能再让外人伸手了。夫人，柳怀被老夫人逐出府了。柳怀也被赶走了。他们把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全拔了。好啊，那就不用顾着谁的面子了。侯爷，
夫人说了，大小姐那头不方便，您先回去吧。让开，我要见我女儿。这是我的院子，谁让你来拦的？回去。侯爷，请坐。惊鸿，为父能坐一会儿吗？为父对不起你，这10年是为父没有担当。侯爷不必说这些，把母亲的嫁妆还完就行。你母亲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侯爷，夫人请您即刻回去，说有急事。你回去告诉夫人，我跟金河的事儿不用她催。这只簪子是你母亲出嫁那天戴的，这些东西一直在侯爷手里。我母亲的东西我先收着。你母亲如果知道你回来了，一定很高兴。侯爷，我母亲高不高兴我不知道，但她的嫁妆不能再少1分了。惊鸿，什么时候你愿意叫我一声父亲？侯爷把嫁妆的事办完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大小姐，老夫人请您现在就去正厅，说有大事要当着全府的人办。柳夫人呢？也叫了，正往正厅去呢。今天把你们都叫来，有一件事要当着所有人说清楚。沈惊鸿是侯府嫡长女，从今天起恢复她在府中的一切权利，该有的待遇、该管的事、该拿的东西一样不许少。母亲，这事是不是太突然了？惊鸿刚回来不久，府里的事他还不熟。你管了10年的家，账是怎么管的？要不要当着族老的面再算一遍？母亲说的对，惊鸿本就是嫡长女，我没有意见。姐姐回来管家，比谁都合适。我为这个家操持了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苦劳？那些苦劳里面有多少是给自己操持的？你心里清楚。惊鸿回来不是为了争权，是为了把不该丢的东西拿回来。去吧，这个家交给你了，好好管。盯住他，这2天别让他单独出府。我明白，姐姐放心。好啊，权力还给他了，人心也站到他那边了。可惜他不知道，真正能让这个家翻天的东西，还在我手里。姐姐，他的人出府了，天没亮就走的。你看清是谁了吗？带了什么东西没有？一个生面孔的下人，手里攥着封信，拿布裹着的。这事我昨天就料到了，他低头那一下不像是认输的样子。这是他这半年和外面来往的花销记录。我这就去查，有消息马上回来。王大人当年收了我3000两替我办事，这封也送出去，走后门别让人看见。沈惊鸿以为拿了权就赢了，再过2天他就知道什么叫众口铄金了。在下是吏部王大人府上的管事。帖子上写的是商议侯府旧账，什么旧账？说清楚。定安侯府这些年有些事儿做得不太体面，王大人是好意，想帮忙压一压。什么时候沈家的事需要外面的人来操心了？回去告诉你家大人，沈家的事沈家自己料理得了，谁要是想拿丑闻做文章，那就看看到底谁的事更见不得光。吏部的王大人，这人在朝中管考评，手伸得挺长的。不止他一个人，他写了2封信，还有一家没露面呢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就这么干等着？他能找人帮忙，我也明天跟我出一趟门。姐姐，你看看这个，贴在咱们大门口的。门口那些都撕干净了吗？现在出去，外面正闹得厉害呢。去哪儿啊？去给人治病，别人的嘴堵不住，但可以让他们没话说。请转告孙大人，我是定安侯府沈惊鸿。满京城的大夫都看过了，你凭什么说你能治？我不猜，看了再说。让我看一眼令堂的手。令堂的病不是痹症，是之前的药方里有一味药用反了。你说什么？用反了？这些年的大夫都说是痹症，他的手动了，3年了，3年没动过了。手不疼了，好多年没这么轻快过了。沈姑娘这份恩情，孙某记下。以后沈家的事，有人敢说半个不字，冲我来。孙大人在朝中的分量，可比王大人重多了。不用管，过2天自然没人提了。孙大人今天当着好几个人的面替沈家说了话，外面的路全堵死了，一条都走不通了，是他逼我走到这一步的，那就只剩最后一条路了。
进都进来了，还想走吗？手里拿的什么？自己放下来吧。姐姐，是药粉，量还不少，跟之前查到的漫药成分一样，是同一种东西。谁让你来的？你现在说实话，我还能保你一条命。是柳夫人，是柳夫人让我来的。他给你的东西都交出来，身上还有什么别藏着。天亮以后带他去正厅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。昨晚你安排的人在祖母房里被当场抓住了。什么人？我从来没安排过什么人去那里。纸条上是你的字迹，药量和时间写得清清楚楚的。谁都能学着写几个字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那个人自己亲口交代了，就是你让他去的。罗婉容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没入土呢，你就动到我的药碗上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你院子里的人全部换掉。就按母亲说的办吧。姐姐，怎么了？纸条上还有别的东西。你看看这个，背面还有字。10年前，这写的是你当年被赶走的事儿。他随手拿了张旧纸来写药量，没想到背面还留着这些。10年前帮他的人还在，早晚查得到。大小姐饶命，我全说，我什么都说。10年前那封诬告信是谁写的？是夫人亲手写的，让我送去知府衙门的。送去之后呢？原件在哪里？老宅祠堂后面墙角的暗格，对不对？大小姐，您怎么知道？几份银票，1份不许漏。姐姐，老宅祠堂那边我清楚，我现在就去。你确定？那边说不定有人盯着。那是我母亲藏的东西，我去拿最合适。去吧，快去快回，路上留个心眼。在这里，一定在这里。知府衙门的官印，日期是10年前3月，3份，和他说的一样，每人50两。母亲，你怎么能做到这一步？找到了，诬告信、银票底据全在里面。是他的亲笔，跑不掉了。姐姐，这些东西你打算什么时候拿给祖老看？明天，明远，到时候你面对的是你亲生母亲，你想清楚了。他做的事，不会因为他是我母亲就变成对的。好，明天就算这笔账。10年了，该还的账，明天一起算。姐姐，我准备好了，咱们进去吧。走吧，该说清楚的今天说清楚。各位叔伯，今天有一桩10年旧案要当面说清楚。这是10年前柳夫人亲手写的诬告信，这是她买通3个人证的银票底据，钱庄流水对得上。这是她10年来侵吞我母亲嫁妆的完整账册，这是她给祖母偷换药方的采购记录。刘婉容，你有什么话说？这些都是他捏造的，10年前的事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柳夫人攥了一早上的帕子了吧？暗格被翻了这件事，你比我还早知道。诬告信是柳夫人的亲笔，字迹可以当场对。就算有些事是真的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撑的是这个家，还是你自己的私库？远儿，母亲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远儿，你说句话呀！你是母亲的亲骨肉。母亲，那些证据我看过了，我不需要靠阴谋得来的东西。刘婉容的事，3天后族中正式议处。你刚才做得很好。他哭的时候我腿软了一下，但我没退。你不用替他的选择背账。3天后议处，我还跟你站一起。来得及，城门卯时开，赶在天亮前出城就行。谁在外面？进来吧，把汤放桌上。去跟后门车夫说一声，今晚把马车套好，停在角门外。姐姐，后门车夫那边传话了，柳夫人让今晚套车，说明早去城外进香。明天足宴，他进的什么香？你觉得他今晚就要跑？他手里还剩3000两现银和2卡首饰，又跑到江南换个名字过日子。我现在就去角门守着，别惊动人，让他走到门口再来。明天不管出什么事，你站在那里就够了。姐姐放心，我说了不退就不会退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就到了。母亲，这个时辰出门去哪儿？远儿，母亲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走走还带着金银首饰。远儿，让母亲走，我走了这事就过去了，你也不用为难。走了就是畏罪逃。那你要亲眼看着你亲生母亲被当众……你跑不掉的。连这条路都不给我留。回去吧，明天的事自己面对。
人都到了，柳夫人也在里面，坐在老位置上，脸上还在笑。跑不掉的人只能坐在那里等着。该来的人都到了。今天桌上摆的是柳夫人10年来经手的全部账册，从嫁妆到月例到铺面到库房，一本不缺。先说嫁妆，我母亲当年陪嫁折银47000两，10年来柳夫人从中转出39000两。39000两，10年她到底转走了多少？再说铺面，我母亲陪嫁12间铺面，现在全部过户到了柳夫人个人名下。那些铺面是侯府统一打理的，不是我个人打理，是经手，过户到自己名下叫侵占。我母亲陪嫁的白玉镯被换成了琉璃的，一只白玉，一只琉璃，隔着2丈远都看得出来。那些首饰是我自己的嫁妆，这是我母亲亲手写的嫁妆清单原本。最后一样，侯府10年账册有2个版本，两边对不上的地方我一条条标了1000条，一共47处。47处，刘婉容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10年前的旧账翻出来能说明什么？谁家管账没有点出入？出入是1两银子的事，39000两不叫出入，叫搬空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还在撑，笑还挂在脸上，虽然已经裂了。银子的账说完了，接下来这一桩关乎人命。什么时候进去继续？让他多撑一会儿，待会儿碎得越彻底。刚才说的是银子，接下来这一桩干欢祖母的命。左边是太医院留底的原方，右边是侯府药房实际抓药的方子，两边不一样。差了3味药，里面还多加了1味，这不是补的，这是换进去的那味药，少量无害，日积月累伤身，吃1、2天看不出来，吃上10年，人就慢慢垮了。刘婉容，药方是你经手的？不是我换的，药房那么多人，我哪管得过来？这是药房换药的采购批条，每一张上面都有柳夫人的亲笔签章。婉容，我吃了10年的药，是你换的。老太太，我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药房有问题。加上之前2次，一共3次，3次的人证物证全在这里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回来就是为了抢这个家，所有的证据都是他编造的。诬告信是柳夫人的亲笔，在座有3位认得你的字，药方是太医院留底，换不了。柳夫人说哪一条是编的？我管了这个家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管了10年家，偷了39000两，换了老太太的药方，这叫苦劳。10年了，这个家被他祸害成什么样了？管家对牌交出来。姐姐，里面还没完呢，他还没交对牌，攥在手里不松手。攥不住的，祖母开了口，他只能交。刘婉容，老夫人的话你昨天听见了，管家对谱交出来。10年了，这个家每一笔开支，每一件事都是我在管。他回来才几个月，我在这个家待了10年。证据摆在桌上呢，你管的什么？我们都看见了，对谱。这就是你回来要的东西，拿去吧。我回来要的不是一块对牌，是10年的真相和我母亲的东西。这块对牌本就该在你手里，晚了10年，晚了10年，但从今天起不晚。惊鸿，为父错了，10年前错了，这10年里也错了。侯爷起来吧。你是沈家的长女，这个家该你来管。当年是我没护住你，你母亲的嫁妆和名声我都没守住。侯爷，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。博远，你今天总算说了句该说的话。元儿，母亲好好待着，缺什么我让人送进去。你姐姐她会不会把我怎么样？姐姐说了，只要你安分待着不闹事，不会为难你。沈家的事还没完呢。李嬷嬷，进来吧。站在门口偷看，不如进来回话。柳夫人院子里的账你经手过多少，自己清楚。先下去等着，查完了再叫你。大小姐，这是上月的月例支出和库房进出清单。挂账的3笔先冻住，查清了再处理。今天全部换锁，钥匙留2套。这是从柳夫人私房搜出来的最后一批文书。这些合约上的印是柳夫人自己盖的，不是管事经手，全部作废。通知那几家商后来重新签。院子里的下人这2天都换了称呼了。殷勤的先不动，看3天再说。姐姐管家比柳夫人利索多了。少拍马屁，去帮我把外库的新锁装了。
翠儿，送到城西太师府后门，交给太师夫人身边的周嬷嬷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到。夫人放心，我走角门出去，不会被看见。拿了对牌就完了。沈惊鸿，你太小看我了。太师府那边的人情我还没用呢。你就是沈家大小姐。太师夫人上门连帖子都不递，什么急事？太师府当年做的保，你翻案就是说太师府做了假保，后果你自己掂量。明远，站那儿。太师府的脸不是你踩的。你在看什么？替刘婉岑跑这一趟，是怕翻案呢，还是怕翻出别的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太师夫人要是不急，坐下喝盏茶也行。姐姐，太师府来压人，这下怎么办？他不是来压人的，真有底气的人不用自己跑一趟。那他来干什么？他左手腕内侧有一道旧伤，手镯被硬拽走时扯出来的。嫁妆？太师夫人的嫁妆不在他自己手里，他替刘婉容出头不是交情深，是怕翻出他自己的事。去找裴岩查太师府名下的铺面和田庄，看看在谁手里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快去快回。太师夫人今天去了正厅，沈大小姐没怎么顶嘴。太师府的面子她踩不动，京城里比侯府大的人家，她一个都惹不起。大小姐带着二少爷出府了，往城西去的。城西？她去太师府做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太师夫人，您当年嫁进太师府的时候，带了12间铺面和2处田庄，5间在长房，3间在二房，4间在赵管事名下，田庄也不在您名下了。你凭什么查我的事？你跟我一样，嫁妆被人吞了，区别是我敢翻，你不敢。你要拿这件事威胁我？我不骗人，押赢了又怎样？您自己嫁妆还是不在手里。太师夫人，你拉下帘子不是因为生气吧？这是铺面转手记录抄件，有几间过户连您签名都没有。会来的。怎么样？他会来找我的。你确定？他忍了20年，有人把真相摆面前，他装不了看不见。太师夫人松口后呢？还差最后一步，10年前那个替刘婉恒写诬告信的人证，找到他，证据链就全了。裴兄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他答应了就不会拖。 20年了，明天一早去定安侯府递帖子，就说我要见沈大小姐。20年都让人吞了，该要回来了。姐姐，太师夫人又来了，这次递了帖子，正经拜帖。上次闯门，这次递帖，看来想通了，请她进来。沈姑娘，你给我的那张纸我看了，坐吧，不用客气了。那些铺面转手记录有3间过户确实没有我的签名，是长房私下做的。 不止3间，这是首饰匣子编号对比，有4匣换过了。太师夫人回去以后自己对过账了吧？沈姑娘，你帮我是为了让我不再帮刘婉容。我帮你是因为你跟我一样，嫁妆被人吞了，不该忍。刘婉容太师夫人自己定。刘婉容的事我不管了，从今天起跟太师府没关系。您自己嫁妆也该追了，需要帮忙来找我。你这丫头倒比我自己还操心。姐姐，成了。 刘婉容最后一张牌废了。太师夫人今天又来了侯府，递的帖子跟大小姐说了小半个时辰。递帖子？她怎么会递帖子？太师夫人走时说了一句：“刘婉容的事从今天起跟太师府没关系了。”不可能，太师夫人不可能！沈惊鸿，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？还能怎么办？ 不甘心的光还在，但手里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。找到了，人在哪儿？城南30里小院。10年前替刘婉瞻写诬告信的老周还活着。你亲自去找的？顺路。他愿意作证吗？不愿意，怕刘婉虫的人，我没逼他。走，去见他。马车在门口。 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周，10年前你替刘婉容写了封诬告信，30两银子，名号存记还在。他说过，要是有人来问，他会让人来收拾我。刘婉容现在禁足，连门都出不来，拿什么杀你全家？你不只是害怕吧？10年前那件事，你心里过得去吗？我知道那封信是假的，当年不敢不写。现在给你机会，站出来把真话说了。10年的事，你就不用再背了。
我去，大小姐，我替你作证。起来吧，跟我回去。诬告信、人证口供、买通银票、换药记录、嫁妆契书，10年的账够了吗？够了，10年的链条，一环都不少。什么时候？明天，大堂上，当着族老和全府的面。说吧，我来办。你在就行。刘婉容，你的10年到头了。松手，我自己走。摆这个阵仗是要审我？进去吧，不是审你，是让你听一遍，你这10年都做了什么。都到了，开始吧。有话直说，我管这个家10年，问心无愧。第一件，10年前有人伪造诬告信，把15岁的姑娘逐出家门，写信的人叫老周，就在大堂外。那个人谁知道是不是你找来的？10年前的事儿谁说得清？第二件，10年来有人偷换祖母药方，让病始终不好，这是太医院存档印对比。药方是大夫开的，我又不懂医术。第三件，10年来我母亲全部嫁妆逐笔转到了刘婉容名下，全部契书在这里。嫁妆是我帮着管的，哪里私吞了？第四件，过户文书上签的是刘婉容3个字，时间是我被逼出家门后第2年。第5件，买通老周写诬告信的银票，编号跟你当年私账对得上。老夫人，我嫁进来10年，哪一天不是为了这个家？他是要毁了我。你心里想的是，只要祖母还信你，就还有活路。祖母就坐在你面前，你看看她脸色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演。我养了你10年，就养了条毒蛇。婉容，这些都是真的。10年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证据确凿，罪行10年，明日祠堂开族议。结束了。娘，看到了，10年，还完了。刘氏婉容侵吞嫁妆，下家害母，诬陷嫡女，证据确凿，不容狡辩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管这个家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管家10年，贪了8年的银子，害了10年的人，这叫苦劳。那嫁妆是我替这个家打理的，每一笔银子都花在侯府上了。刘夫人，账册上每一笔都查过了，花在侯坊上的不到30%，70%进了你的私库。要不要我再念一遍？婉容，我养了你10年，到头来养出个什么东西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不配坐在这个祠堂里。侯爷，夫君，你听我说句话呀！婉容，你做的那些事儿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听你说什么？我不走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是当家刘氏婉容出族，从今日起与沈家再无干系。侯爷，休书在桌上了，该签了。景洪，当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但我不敢说。侯爷现在做的事还不算晚。你还恨我吗？恨过，但恨不能把日子过回去。签吧。10年了，我总算做了一件对的事儿。是，不算晚。10年前也是这个门口，也是这么被赶出去的。沈清河，你满意了？柳夫人走好，以后不必再来了。姐姐，她真的走了？走了，往后这个家我们好好守着。我跟着姐姐。疼不了多少了吧？最后一针了。红丫头，你手在抖呢。祖母别说话，闭眼忍一下。听了，10年的余毒全清了，祖母以后好好养着就行。真的清了？清干净了，祖母歇一会儿。红丫头，10年了，你一个人在外头受苦了。祖母，我没受苦，学了本事回来了，这不挺好的？别骗我了，你走的时候才15岁，一个小姑娘家，你怎么过来的啊？病了10年，被人蒙在鼓里，连自己孙女被害了都不知道。祖母别说了，我回来了，你好了，这就够了。好久没出来走了。祖母，厨房刚做的桂花糕，我抢了1包过来给您。慢点跑，不急。姐姐你也吃一块，你从早上忙到现在都没吃东西。厨房的手艺比以前好了不少，你盯着换的。那是，我姐姐厉害得很，我也不能太差。你们姐弟好好的，祖母就什么都不吵了。大小姐，门口有人递帖子来说是城东陈府的，想请您明天过府看诊。红丫头，你的名声传出去了。大小姐，外头又来了3家，都递了帖子说请您看诊，昨天来的2家还没走呢，在偏厅喝着茶等。按先来后到，一家一家见，等不了的告诉他们改天再约。是，还有一件事，城西张府昨天送了8色大礼来，收下记账就行了。走吧，先见第1家。是。沈大小姐，我家老爷头疼了3个月，看了好几个大夫，都说没大碍。听人说您断症极准，今天特意来请您看看。把手伸出来，回去把府上的补药停了，药方没问题，是熬药的人往里加了东西。加了东西？
那可是我们府上用了10几年的老方子。方子没错，是经手的人有问题，回去查一查就清楚了。多谢沈大小姐，今天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。不必客气，方子上的量别自己改，照着吃就行。大小姐，下一家到了，还有2家在偏厅排着呢。请进来吧。总算看完了。今天看了几家？5家，从早上忙到现在。当年被拦在门口的那个人，现在半个京城排着队来找他。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顺路。你不走？不急。说是上次您帮张家老太太看诊的谢礼，赵府也送了一份。裴岩，这么早？今天不是顺路。什么事？沈惊鸿，我想了很久。想了什么？从你回来那天被拦在侯府门口，我就开始想。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厉害，后来看你查嫁妆、斗刘婉容、救祖母、收明远，我觉得不是厉害，是我见过最硬气的人。裴公子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我不是欣赏你，我想和你站一起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裴岩，一直都想站一起的意思是，你别总站我后面半步了。你准备了多久？你在侯府斗刘婉君的时候，我就准备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候说。明远，你偷听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就从我想了很久那句开始。裴兄，我就一句话，你要是敢欺负我姐，不敢。行，那就是我姐夫了。沈明远，我去告诉祖母。你弟弟跑得比我说话还快。他从小就这样，拦不住的。姐姐，全京城有头有脸的人都在里面等你呢，紧不紧张？你替我紧张？我才不紧张，我姐姐名满天下，谁不服？走吧，他们等着呢。走。来了！定安侯府大小姐到。各位不用客气，今天请各位来是沈家谢大家这些日子的关照。沈大小姐太客气了，能断真伪，能享结交大小姐，不靠沈家的名头，靠的是自己的本事。各位抬爱了，沈家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各位尽管开口。沈大小姐这句话我们可记住了。红丫头，你做到了。祖母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红丫头，祖母等了你10年，值了。祖母在身边，比什么都踏实。惊鸿，为父这辈子做错了太多事，但你回来这半年，你让我知道什么叫撑得住。父亲，好。行了，今天高兴的日子都别哭了啊。远哥儿说的对，今天不许哭，只许笑。姐姐，裴兄站你旁边可比我站你旁边好看多了。沈明远，你嘴上没个把门的。他说的没错。回来了。